今天要讲一段超爆笑又超现实的圣经故事。有多现实？一句话形容人类最古老的骗术，假装可怜。没错，今天这段是约书亚记第9章1到15节。背景是这样，以色列刚打完艾城，一路打出信心与肌肉线条，周围的各国听了消息全都吓到。哇哦，以色列的神比我们的 WiFi 还强，讯号到哪都有效。于是这些王们准备联合起来开打，但就在这时，有一群人脑筋动得比别人快，他们想，不能硬拼，那我们用软的。这群人叫基遍人，他们住的地方其实就在以色列人隔壁而已，但他们为了活命，决定来一场超高端伪装秀。他们穿上破旧的衣服，拿破的皮带，裂开的鞋子，干掉的面包，整个人看起来就像是沙漠苦行团的模样。他们一走进以色列营地，那画面就像现代的街头募款团体。嘿，我们是从很远很远的地方来的旅人，听闻你们的神好厉害啊，我们想跟你签个和平条约。他们演技一流，想象一下，有人拿出一块像石头的面包说，你看，这是我们出发时新鲜出炉的，结果现在硬的可以拿来打折。现场如果有奥斯卡，这群人一定得奖，最佳男主角，最佳服装设计，最佳伪装效果。那以色列人听了怎么样？他们看，他们闻，他们摸，但他们没问耶和华。这句话超关键。约书亚记9章14节说，以色列人受了他们些食物，并没有求问耶和华。哎呀，这就像你被业务员请喝一杯奶茶后，签下了20年分期的健身合约。你看，这群属灵的战士在战场上打仗超勇，结果在谈判桌上被饼干打败。这提醒我们，有时候魔鬼不会用恐吓，而是用礼貌。有些陷阱不是包在炸弹里，而是包在微笑里。约书亚就这样跟基遍人签了和平条约，还发誓不害他们。结果3天后，真相爆了，原来这些远方旅客根本是住隔壁的邻居。我想象当时的以色列士兵一定超傻眼啊！我们昨天才跟他们握手自拍打卡说外国朋友，这下约书亚很为难。照理说他们被骗，合约应该可以取消啊，但他们已经在神面前起誓，所以约书亚说我们不能违约。于是基遍人成功活了下来，只是被指定去当挑水的、劈柴的，在圣殿服侍。说白了，他们虽然用谎言保命，但最后还是成为神殿的仆人。这结局真的既讽刺又充满神的智慧。这故事有没有让你觉得神的剧本很奇妙？人用谎言自救，神却把他们放进他的计划里。基遍人虽然是骗子，但他们后来真的住在神的百姓中，还在圣殿服侍，甚至后代成为尼希米记里敬拜群体的一部分。这让我想到，我们有时候也像基遍人，用自己的方式保命。我们会伪装，会演，会假装没事，但神仍然可以从混乱里带出他的旨意。不过重点不在神能修补，而在我们能不能学会一开始就求问他。整个故事的转折超精彩，以色列从战场英雄变成被骗的菜鸟，从打胜仗的荣耀到被面包欺骗的尴尬。但这一刻让他们学到更宝贵的真理，属灵的胜利不只是靠勇气，而是靠听神的声音。我们今天也常犯同样的错，我们很努力打属灵的仗，做很多事工，开很多会，却少了那句
主啊，你觉得呢？有时候基督徒最大的败笔不是犯罪，而是太快做决定。说真的，被骗很丢脸，但更丢脸的是被骗完还不学。约书亚至少学会了一件事，以后无论谁来谈条约，先祷告。而欺骗人也学到一件事，与其被灭，不如投靠真神。他们用错方法，但选对了方向。这就是神的奇妙，他能把人类的烂剧本翻成他的恩典故事。有时候属灵的智慧不是看起来很远的人就一定值得信任，而是再忙也要问一句，主啊，这是你的意思吗？